你好，我是艾利克斯阿利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新闻了。那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呢，已经是正式批准了现货比特币 ETF。那这就是意味着这个比特币呢，已经登入了大雅之堂。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了解到什么是比特币，那就真的是 out 落后了。那比特币诞生的这个15年内，从不到1美分到现在的42000美元，那几百万倍的涨幅呢，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那从今天开始呢，我打算用上1到2周的时间呢，从零开始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加密货币，什么是比特币，那新手小白该怎么交易，那包括在中心化的交易所交易和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交易，那怎么去撸这个空头，我会介绍这个 DeFi 这个 GameFi NFT 以及怎么去打铭文。后面看情况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将手把手呢教大家怎么去发行自己的加密货币和 NFT。那这将是一系列的新手小白的视频但是呢也同样欢迎老韭菜们分享自己的心得。那我在准备这期视频的时候发现如果说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清楚这些每天接触的事情呢，那还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那这也算是我自己的重新梳理一下这个知识体系。那目前这个美国 SEC 呢已经正式批准了现货比特币 ETF。那么从那一刻开始，比特币就不再是非主流的金融产品，那也是成为了正式的金融交易产品。那甚至很多人都纷纷说自己已经是美股交易员了。那这话呢一点都没错。咱们本期视频呢主要来讲一下什么是比特币，什么是区块链，以及呢什么是加密货币请注意，本期视频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加密货币市场的风险很大，你有可能呢输掉所有的本金。如果说你不熟悉这个市场，请不要轻易投资，一定要先学习。好，我是艾利克斯阿利。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重大技术更新对整个币圈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和微信呢都有个会员群。那我的目标呢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这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力哥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的部分。那首先来讲一下什么是比特币。那比特币是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那这个定义呢也是出现的中本聪在2008年11月1日发表的一篇论文。那论文的题目叫做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那我们也称作为比特币的白皮书。那在这篇论文中中本聪陈述了他颠覆性的设想也就是具有改变世界的比特币的属性就是发行总量有限，无国界，无发行中心，无管理中心，遍布世界，自由流通的电子货币。那简单来说，比特币呢，它不是由任何银行或者是国家机构发行，不隶属于任何实体公司机构或者是个人，那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和使用比特币。那在此之前呢几乎所有的货币呢都是由央行发行，那是由国家来进行调控的。那比特币从基因里面就具有这种反抗的精神就是不与中心化的央行挂钩。那比特币诞生之前，就有很多人琢磨过怎么去做一个加密货币出来对抗这个中心化的货币的贬值以及这种金融危机。中本聪呢也是在很多前人的基础之上设计出来了这一款比特币。那在这个论文当中中本聪开发出来了比特币系统的程序代码，并且开源共享。2009年1月3日，比特币第一个区块由中本聪挖出来，然后呢一直就延续到现在。那这里面又出现了几个概念，第一呢就是挖矿，那第二呢就是区块链。那我们先说什么是挖矿。那比特币挖矿呢其实呢是一种验证交易当比特币用户进行交易的时候，那这些交易被收集在一个称作交易池的地方那矿工的工作呢就是从交易池中选取交易，验证它们的合法性，然后呢把它们组成一个个的区块。那因为每一笔交易呢都是加密的，所以矿工在记录交易的时候其实呢是做了一个个复杂的数学题所以呢需要用到专业的这种计算机。那我们把这种专业的计算机称作矿机。那矿机运行起来呢是需要大量的电能，那矿工使用矿机将一笔笔的交易打包，就会得到比特币矿池的奖励，而这些被打包的数据呢也就形成了一个个的区块。那这些区块呢是彼此连接在一起，并且呢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那这就很像一个链，所以我们叫做区块链。那比特币矿工这种工作呢也被叫做工作量证明，你打包了多少个区块就会相应得到多少的奖励，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roof of work， 那 POW。 那为了确保比特币区块大约每10分钟生成一个，那网络呢会根据全网的总的计算能力自动
调整挖矿的难度。那如果有更多的计算能力加入网络，挖矿呢就会变得更加难以保证这种稳定的生成的速率。而且比特币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设定为2100万枚，那挖矿出块得到的奖励呢是每4年减半一次。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区块奖励50枚比特币，那4年之后呢是25，那目前呢是12.5。那2024年6月份的减半呢将会使每个区块得到6.75枚比特币的奖励。2010年5月22日，美国佛罗里达一位程序员呢，他用了1万枚比特币购买了2份披萨，那这被认证为是比特币在现实世界中的第一笔交易。那从此5月22日就被比特币爱好者称作为比特币的披萨节。那简单来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呢，它比特币有了定价。从这一天的每一枚比特币不到1美分的价格到目前的42000美元，比特币涨了几百万倍，也创造了很多的暴富神话。那通过比特币，人们总结出来了加密货币的定义。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什么是加密货币。加密货币是基于密码学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大家注意了，密码学去中心化和数字那是构成加密货币的3个基本元素。当然了，加密货币从字面上看呢是包含了加密和货币2个属性啊。我们一点点往下讲。那密码学呢是一种研究编制密码和破译密码的技术科学。那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谍战片里面用到这个摩斯密码。那用在加密货币中呢，是用于保护每个加密货币单位，并确保其无法被复制。那去中心化就意味着加密货币不像美元、欧元、日元或者是其他法定货币那样由政府或者是银行等这些中央机构发行。相反呢，加密货币呢是有分布式的点对点网络创建、交换和监督的。那数字化呢就很容易理解了，那就是只存在于电子设备当中，没有实体。加密货币受到点对点网络的保护，用户呢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几乎随时呢交易和转移价值，而且呢无需依赖银行和支付处理机构这些中间人，而且交易费用呢是比通过银行转账还要便宜。那不管哪一种加密货币，它都是在比特币的基础之上做出来的，所以说比特币称作始祖币，那也是目前最具有去中心化特质的一个加密货币。那以上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比特币，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加密货币。那其实呢今天是主要讲了比特币啊。最后我们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比特币会在15年内涨了几百万倍。那首先呢，比特币的划时代的意义让很多人意识到这种法币的脆弱性啊。那尤其是在2008年的这个时间关口啊，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中本聪他们呢意识到这个法币的脆弱性，以及这个人们的财富受到这种通货膨胀或者是金融危机的伤害有多么的大，所以他们才设计出来了这个比特币。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观点看待比特币，那并不是比特币对美元涨价了，而是美元贬值了。当然了，现实世界的贬值呢并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大而已。那第二呢，比特币的这个具有稀缺性啊，总量2100万枚。那这个中本聪自己钱包有100万枚，而且呢从来就没有转出来过。那加上很多人早期挖出来的比特币在电脑中丢失啊，电脑坏掉，或者是遗忘掉了这个钱包的密钥等等等等吧。那目前市场上的比特币呢仅有1300多万枚所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1枚比特币啊。那早期币圈也是喊出来了一币一嫩模一币一别墅的这种口号。那目前在很多国家其实已经实现了啊。那早进场的人他早就发了财，爱学习的人早学习的人也早就发了财。所以说这个学习并接受这种新鲜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呢会让人提前财富自由，告别这种朝九晚五的社畜的生活。那学习呢能让你提高认知，那提高认知呢自然会让你快速的赚钱。那立个会员群呢，在本轮牛市不仅呢会带你猛抓潜力币更会让你在高点逃顶感兴趣的朋友呢请私信咨询。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说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一定要帮我点赞这个视频和订阅我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的成长呢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我会持续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呢可以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